大家好，歡迎來聽仙話，一人永生，萬魂不負。要是覺得故事講得還行，勞駕點個讚，捧個場。閒話少說，咱們書歸正傳。仙途飛升，萬古寒，香火深處葬群魂。一人踏進蒼生院，天門封後不稱尊。陰風卷石動枯枝，鬼影圍燈逼二叔。赤焰一開殘破散，幽眸暗處笑歸途。上一段咱說到哪兒了？說那昌灵符一亮，谷底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，算是讓晚近英給壓住了一口氣。可你別以為這就完了，這種地方啊，最怕的不是他一下子撲上來，最怕的是他退了，退得太快，因為他要真怕你，他就散了。他要是只往後缩一缩，那八成是在等后手。果然，浮光還沒完全滅呢，谷底那風突然就起來了，不是普通山風，普通風吹人是冷，這風吹人是往骨頭縫裡鑽，碎石子兒被捲得啪啪亂響，沙塵貼着臉刮過去，耳朵邊上全是嗚嗚的聲兒，跟一幫看不見的人趴你耳朵旁邊哭似的。宛如本來還沒緩過來，這一下整個人都繃住了。他一抬頭就看見剛才被靈符逼開的那些枯枝又動了，而且這回動得更兇，不是一根兩根，是四面八方全在擰。那些枯枝就跟一群餓瘋了的手似的，扭着抻着扒着地面，拼了命往他倆這邊爬。姐，那些树枝又來了。這句話喊出来的時候，宛如的嗓子都變了。哈，你想啊，前頭是黑，後頭也是黑，腳下是谷底，旁邊全是活過來的爛樹枝。正常人到這兒別說打了，腿先軟一半，可晚近這個人有一點挺狠，他怕歸怕，但越到要命時候他越穩。他手指一掐，掌心裡頭金光一下就浮起來了，不大，可亮得很硬，就像黑屋子裡突然亮了一把刀。別慌，靠着我。他話音一落，手往前一推，砰的一下，那幾股撲上來的枯枝硬是被震開了好幾尺，有的樹枝當場炸裂，有的在地上亂抽，還有的縮回黑影裡，像被燙着了似的。晚近冷着臉低聲罵了一句：這點硬東西也敢往前湊。這話聽着硬氣，但你得明白，這不是他真輕鬆，這是他不能軟，因為他一軟，宛如就更慌。可偏偏就在這時候，谷底深處又響了，那聲音不是樹枝響，也不是石頭滾，是那種怎麼說呢，像很多人在很遠的地方喘氣，又像很多死人含着一口冷風在黑暗裡笑。宛如聽見這聲，眼神一下就僵了，晚近也不說話了。他慢慢轉頭往谷底更深的地方看，那邊原本是一片黑，黑得像一口倒扣的大鍋，可這會兒
那黑里頭開始往外滲東西，一縷、兩縷、十幾縷，再一眨眼，密密麻麻，全是影子。那些影子不踩地，飄着，晃着，一會兒像人，一會兒又不像人，臉是白的，眼眶是空的，嘴角還往上咧，不是那種活人笑，是你一看就知道他根本不是冲你樂，他是盯上你了。姐，這些是鬼嗎？他這句話問得特別輕，因為他自己都不敢聽答案。晚進盯着那些影子，臉色也沉下來了。哈，這回他沒逞強，他知道事情不對。不算真正的鬼，是陰煞聚出來的殘魂，可數量太多，這地方不乾淨，而且不是一般的不乾淨。殘魂也能這麼多，所以才怪。別離開我背後。宛如聽完，往後退了半步，這半步退得特別實在，不是膽小，是他知道自己這會兒不能亂站。他背靠着晚進，兩個姑娘，一個看前頭，一個盯後頭。在這種地方，背靠背其實就是把命交給對方。你管我後背，我管你後背。要是有一個人亂了，兩個人都得交代。那些鬼影慢慢往前飄，不急，越不急越煩人。你就看他們一層一層壓過來，像黑水漲潮，冷氣先到。那冷不是吹在皮上，是貼着心口往裡鑽，宛如手心全是汗，手指都快攥僵了。姐，他們好像不是只想嚇咱們，他們是在吸什麼？吸灵氣，也吸活人的生机。那咱們不能让他們靠近。我知道。晚进抬手，指尖一點，嗨，掌心裡又冒出幾道金色符文，是幾道符文跟剛才不一樣，剛才是硬推，也隨是要起陣。他手腕一轉，符文一圈一圈展開，像在半空裡織了一張金色的網。陰邪之物不入正途，今日撞到我手裡，就別想再往前走。話說完，金光猛地一炸，一道符陣護罩直接把他倆罩在裡面，外頭那些鬼影撞上來，滋啦一聲，有幾個影子當場被燙得扭曲起來。宛如剛想鬆口氣，結果呢，啪沒散，那些鬼影竟然沒散，他們圍着符陣轉，一圈一圈又一圈，越轉越快，那尖叫聲也越來越密。媽呀，那動靜要是真在耳邊聽見，人能直接瘋。不是一個鬼叫，是一群東西一塊叫，有哭的，有笑的，有像小孩尖嗓子的，還有像老人在喉嚨裡憋着一口痰，半天吐不出來的，宛如受不了了，雙手一下捂住耳朵。姐，這聲不對，我腦子裡疼。這就麻煩了，普通陰物你拿符一陣，它要麼散，要麼逃，可這幫東西不一樣，他們像是有人在後頭趕着，散不開，退不了，還越壓越兇。晚進眼神一下就冷了。不是自己來的，背後有人動他们。有人？誰呀？咱們剛到這鬼地方，誰會盯上咱們？不知道，但咱們進來以後肯定碰到什麼東西了，禁制也好，秘密也好，總之他不想讓咱們活着出去。
這話一說完，谷底深處突然響了一聲鬼笑，這一聲比剛才所有聲音都狠，就像有人拿一根冰锥子直接扎進你耳朵裡。那些原本還繞着轉的鬼影突然全停住了，然後下一刻齊刷刷往符陣上撞，這一下真不是嚇唬人了，是要命。砰！好，砰砰！金色符陣被撞得一陣一陣發顫，荒野開始暗，宛如眼睜睜看着符陣邊上裂出細細的光紋。他臉色一下白了，姐，擋不住了，他們要衝進來了。婉靜也看見了，他很清楚，再這麼硬頂下去，不等鬼影進來，他自己的靈氣先被耗乾，這地方陰氣太重，他用一分灵氣，就像往黑水裡扔一把火，能亮透，但燒不了多久。可這會兒不燒也不行，他一咬牙，伸手從懷裡抽出一張火紅的符，那符一出來，周圍冷氣都像被逼開了一點，宛如看見他拿符，心裡一緊，因為婉靜不是簡單貼符。他抬手咬破指尖，血一下滲出來，紅得特別扎眼。姐，你又用血？不用血，破不開。可你刚才已經耗了不少。現在不是算這個的時候。你聽見沒有？這就是婉靜這個人的路，他每次往前一步都是這麼走的，能不用代價嗎？可事情逼到眼前，他就先把自己往裡填。一開始是填一點血，後來填靈氣，再後來填名聲，再往後就該填命了。這路就是這麼一點點歪出去的，當時他自己還不知道，他只是想帶妹妹活着出去。婉靜指尖帶血，在火紅符紙上一劃，那道符文剛落下，符紙自己就燒起來了，不是普通火，是赤紅色的靈火，風越大，火越旺。試驗靈符，焚滅妖邪，破。他這一聲喊完，火一下衝出去，就像有人在黑谷裡掀開一條火龍。那些已經擠進符陣邊上的鬼影被火一捲，瞬間就燒沒了，沒有骨頭，沒有灰，就是一團黑氣被燒得痴痴亂散，宛如被熱浪逼得眯起眼。他以為這回能喘口氣了，結果他再往深處一看，整個人心都涼了，因為後頭還有，而且更多。剛才燒掉的那點兒，跟大海裡舀走一瓢水似的，你舀你的，他仗他的。谷底深處還在往外冒鬼影，一層壓一層，一片疊一片，黑得發密，密得像一整座谷底都活了。姐，怎麼還這麼多？這根本燒不完啊！婉靜沒吭聲，他不是沒聽見，他是在算還能撐多久，往哪邊退。靈符還剩幾張？宛如還能不能跑？人到真危險的時候，腦子不能亂，一亂死得快。婉靜眼睛往四周一掃，前頭鬼影越來越多，後頭枯枝還在動，原地硬拼肯定不行。於是他立刻做了決定，不打了，退。往哪兒退？谷底另一側，先離開這片陰氣口，快！說完，他一把抓住婉如的手腕，另一只手又催起一道靈符。這道符不求殺敵，
只求擋一下，金光撐得很勉強，像雨夜裡一把破傘。可破傘也是傘，能擋一息是一息。两个人貼着谷底邊緣往另一側跑，腳下全是碎石，一腳深一腳淺，宛如好幾次差點滑倒。婉進拽着他，硬把他往前拖。姐，後頭追上來了，別回頭看路。可人越害怕，越忍不住回頭，宛如還是回頭看了一眼，犯這一眼差點把他魂嚇飛。後頭那些鬼影真跟黑潮一樣追過來了，飄在半空裡，球的缺胳膊，有的沒臉，有的眼睛綠油油的，就那麼直勾勾盯着他們，不喊名字，不說話，就追。那種感覺比罵你嚇你還可怕，因為你不知道他們到底要什麼，是要靈氣，是要命，還是要把他倆拖回谷底深處，拖到那個看不見的東西面前。婉進咬着牙，手心裡的浮光一陣一陣發暗，他心裡已經明白了，這谷底不是單純有邪物，這裡藏着東西，而且藏得很深。剛才他們點斧破枝驅陰，看着像贏了幾招，其實不一定。說不定從他們踏進這裡開始，就已經讓什麼東西盯上了。更麻煩的是，這東西不急着殺他們，他在試婉進有多少本事，試婉如有多怕，也是他們身上那卷東西到底有什麼來頭。姐，我們是不是闖進別人不好的局了？現在才知道，晚了。那還能出去嗎？能，只要我還站着就能。這句話婉進說得挺穩，可他自己心裡也沒底，他只是不能把沒底說出來，或以當姐姐的。尤其在這種時候，你要是說一句完了，妹妹立馬就塌了，所以他只能硬撐。硬撐着金光，硬撐着一口氣，也硬撐着那個念頭，得活下去。哪怕這地方再邪，哪怕背後真有人操控，哪怕代價越來越大，也得先把婉如帶出去。可就在他倆往前撤的時候，遠處黑暗裡有一雙眼睛睜着，很安靜，一點聲都沒有。他就那麼看着他們跑，看着他們燒符，看着他們被鬼影追。那雙眼睛裡沒有着急，也沒有憤怒，只有一種特別讓人不舒服的笑意。我好像這場追殺，在他眼裡根本不是追殺，是看戲。而婉進和婉如這兩個活人，就是剛剛被趕進台上的人。你說這嚇不嚇人？真正厲害的東西往往不在最前頭，最前頭那些鬼影看着嚇人，其實只是狗，後頭牽繩子的那個才麻煩。這一夜，婉進終於明白一件事，他們不是誤入一座荒谷，他們是踩進了一張早就張開的網，而這張網才剛剛收第一道口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這回就講到這兒，感謝諸位捧場。要是喜歡仙話，記得點個讚，咱們下回接着嘮。